当地时间周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当天发布第6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之一即是在石油领域制裁俄罗斯。他说，做出此项决定并不容易，因为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能源领域高度依赖俄罗斯，但欧盟认为必须这样做。此前，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施新技术封锁，阻止俄罗斯产业升级换代。The sixth package of sanctions, already in the first package of sanctions, since the first package of sanctions, we have targeted Russia's energy sector. We made clear that they do have no access to the new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so they cannot upgrade their energy sector. 为最大程度减少石油禁令对欧盟及世界经济秩序造成的影响，欧盟计划在6个月内有序地禁止所有形式的俄罗斯石油进口。但分析指出，欧洲的想法十分幼稚。假如俄罗斯要反制，立即停止对欧洲石油出口，就将重创欧洲经济。按照欧盟规则，任何制裁提议都需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生效。预计欧盟成员国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对欧盟委员会的第6轮制裁方案进行表决。但有欧盟官员透露，一些成员国可能会寻求退出对俄石油实施禁运。例如，高度依赖俄石油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可能需要有多几个月的过渡期。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去年消耗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分别有96%和58%从俄罗斯进口。欧盟的总体石油需求26%靠俄罗斯供应。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出口的大宗商品是天然气，并不是石油。欧洲去年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程度超过40%，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一直不敢轻举妄动。欧盟这次表示，将在本月中宣布减少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详尽计划，希望在年底前将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减少2/3。除了接触其他天然气出口国，也会使用可再生能源或节约能源方式代替天然气。有分析指，即使欧洲急于摆脱俄罗斯天然气，但目前可替代方案的可行性不高。事实上，欧盟在多番制裁中一直为俄罗斯能源出口保留了后门，包括最新一轮制裁中仍未涉及天然气方面的相关制裁。在 SWIFT 禁令中，还屡次放过作为天然气交易结算银行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有数据显示，俄罗斯通常每年向欧洲供应1500亿至19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需求。此前，欧盟试图将目光投向天然气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试图通过其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但天然气输送需要建造跨区域和洲际管道，或者依赖昂贵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这些都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且建设周期很长，无法解决燃眉之急。俄欧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能源依赖是极其高的，使得欧洲国家在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的能源。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波兰等欧洲东欧国家出现了能源短缺的问题。这种将全球经济政治化的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全世界的经济稳定和发展。